草木灰是植物燃烧后的灰烬，属于有机肥，自身呈弱碱性。它的用处特别多，无论在种植多肉、种植花卉绿植和蔬菜上，都离不开草木灰的身影。今天花花就来详细介绍一下草木灰的功效、用法，以及为什么呈弱碱性的它可以把多肉养好。大家好，这里是花花世界的频道，花花干啥啥不行，养多肉第2名。草木灰的功效适用于所有植物，所以只要家中有植物的你就会有所收获。花花极力推荐从头看完。1. 草木灰的6大作用。1. 用作钾肥。草木灰富含水溶性钾，含钾量达到6%到12%，其中90%以上是水溶性的，是天然速效钾肥。钾元素可以促进植物快速生长，让花开得更大更艳。草木灰做钾肥一般常用的方法有3种。第1种，做底肥。小苗移栽时，草木灰配合有机肥做底肥，可以促进根系快速生长，增加小苗适应力。除了一些特别喜酸的植物之外，对于大多数植物都可以在底肥里添加草木灰。第2种，做追肥。像辣椒、茄子、西红柿、菠菜等蔬菜生长过程中，可以在土壤表面撒一些草木灰，然后马上浇水，让草木灰里面的钾元素释放出来，快速给植物增加营养。而且草木灰里面难溶的营养物质还可以被慢慢吸收，持续不断地增加蔬菜的营养。第3种，做叶面肥。草木灰除了含钾、钙等大量营养元素外，还含有铁、镁等多种微量元素，是一种优质叶面肥。叶面肥的做法，片尾介绍一种非常简单好用的办法。草木灰虽然是很好的肥料，但是一定要注意不要过量，避免肥害发生。2. 改善土壤结构，提高抗旱性。草木灰质地疏松，可以使沙质土壤保水性增强，植物不容易干旱，还能让粘质土壤变得疏松透气，不容易积水，有效保护植物的根部。经常使用草木灰可以防止土壤板结，增加土壤通透性，还可以提高土壤活力。3. 防治多种虫害。草木灰是很好的天然杀虫剂，防止虫害的方法大致有5类。第1类，防治蚜虫、红蜘蛛等。用草木灰水喷洒果蔬，碱性的草木灰微粒非常细小，碰到蚜虫、红蜘蛛等害虫，就会让它们气孔阻塞，导致生理失常，进而杀死或者抑制它们生长发育。用1份草木灰加入5倍清水，摇匀浸泡1夜，第2天把里面的固体物过滤出来，得到的草木灰浸出液就可以装进喷壶，喷洒感染了虫害的蔬菜，可以防治蔬菜上的蚜虫、红蜘蛛等。但记住，这个比例的草木灰水不能用来喷洒多肉植物，其他的木质植物以及蔬果是可以的。第2类，防治菜青虫等。把新鲜草木灰弄碎成粉末状，直接把这些草木灰粉末撒在生了虫子的蔬菜叶片上，可以有效防治菜青虫，特别是有露水的时候，连续2-3次，每次间隔3到5天，效果可达95%以上。第3类，防治根蛆等。栽种葱蒜、韭菜时撒草木灰，然后盖土，就可以很好的预防根蛆。如果发现韭菜、大蒜等根部有根蛆，可以把草木灰撒在土壤表面，不但可以防止根蛆，而且还增加了钾肥，让这些蔬菜长得更好。第4类，防治鼻涕虫、蜗牛等。经常把草木灰撒到植物根部周围，如果是多肉的话，可撒在花盆边缘位置，可以有效防治蜗牛、鼻涕虫等，阻止它们爬到植物上。第5类，消灭地下害虫。使用草木灰可以杀死金龟子幼虫等地下害虫。使用的方法是播种时在土里加入草木灰。4. 促进种子发芽。撒种子之后用草木灰盖种，可以提高土壤温度，让种子提前发芽，提高发芽率，而且长出的苗整齐健壮。5. 促进开花结果。因为钾元素有促进生长的作用，适当的使用草木灰可以促进植物光合作用。草木灰富含植物所需要的微量元素，可以增加植物活力，促进开花结果。适量使用草木灰可以让蔬菜枝叶变得更青绿，减少落花落果。6. 杀菌消毒。草木灰和木炭粉一样，都可以给伤口或者切口杀菌消毒。扦插的任何插碎或者砍头的多肉的切口部分，都可以代替多菌灵，起到杀菌防腐烂的作用。2.
草木灰使用注意事项。草木灰的作用有很多，但是使用的时候也有一些禁忌和注意事项。一、草木灰是碱性的，不能和酸性肥料和农药混用，两者混用会降低肥效。二、草木灰不能和动物粪肥、堆肥等混合使用，混用的话，这些肥料里面的氮元素就会挥发造成浪费。草木灰也不能跟磷肥混合使用，以免造成磷素固定，降低磷肥的肥效。三、草木灰不能被雨淋。草木灰里面的营养元素易溶于水，所以下雨天气不要用。四、碱性土壤不要频繁使用，避免造成碱性过大。一般土壤呈白色或浅黄色的话，都是碱性过多的现象。五、使用频率，半年或1年使用一次就行。三、草木灰养多肉。大部分人都知道，多肉植物应该种在微酸性土壤里，而草木灰是弱碱性，那么用草木灰作为多肉植物的底肥，是不是觉得很矛盾？其实这个也很好解释。因为草木灰虽然是碱性，但只是弱碱，而多肉植物需要的量不多，90%的情况都不可能改变配土的酸碱度，所以只要你不是天天用的话，基本没有问题。而草木灰的钾元素，多肉是爱的不要不要的，所以我们还是要适当使用，把多肉养好。但给多肉用的时候，也是有一些技巧可以使用的，比如果直接撒的话，容易被风吹走，也容易影响多肉的美观。所以可以作为多肉底肥或者草木灰水使用。接下来教大家一个制作草木灰水的小办法。这种方法可以不断重复使用，直到榨干它的所有养分，没有一丝浪费。首先，我们准备好若干个帆布袋子，标准是可以透气透水，又可以防止草木灰漏出来。然后我们把草木灰装到帆布袋里面，装满为止，并用绳子把帆布袋的袋口扎紧备用，不仅使用方便，而且存放和移动也方便。草木灰装好袋之后，在用的时候，把一袋草木灰放到水桶里面，加入清水浸泡，加入的水要超过袋子，并且超过5公分左右，大概浸泡2个小时，就可以使用这些浸泡好的草木灰溶液了。使用时不用过滤，但要注意需要适当稀释，大概稀释30倍到50倍，也就是说1斤的草木灰水需要加入30斤到50斤的清水，30倍水的用来灌根，50倍水溶液的用来喷叶。这次的草木灰溶液用完了之后，草木灰包还可以继续加水浸泡，大概浸泡2次之后就没什么效力了。而这些浸泡过的草木灰渣，养分已经释放的差不多了，但是其中的那些碳物质是改良土壤结构的，可以让土壤变得蓬松不易板结。草木灰不仅可以用来养多肉，还有很多花卉和绿植都比较喜欢草木灰哦。4. 草木灰适合的花卉。1. 月季花。月季花是一种需要较多养分的花卉，使用草木灰可以为其提供充足的养分。将草木灰按照1:5的比例与土壤混合，可以让月季花在生长过程中获得充足的营养。2. 吊兰。吊兰是一种需要充足钾肥的花卉，使用草木灰可以为其提供充足的钾肥。将草木灰按照1:3的比例与土壤混合，可以让吊兰在生长过程中获得充足的营养。3. 君子兰。君子兰是一种需要充足养分的花卉，使用草木灰可以为其提供充足的养分。将草木灰按照1:4的比例与土壤混合，可以让君子兰在生长过程中获得充足的营养。4. 百合花。草木灰中的矿物质对于百合花的生长有益，特别是钾元素。适量的草木灰可以提供百合花所需的钾元素，促进根系的发展和花蕾的形成。5. 铁线莲。铁线莲喜欢中性或弱碱性的土壤，在微酸性的土壤中生长反而会受到影响，需要适当添加草木灰调节土壤的酸碱性，避免土壤偏酸性。铁线莲有很多品种，可以根据自己的气候条件选择当地适宜的品种，在春末就能开出灿烂的花朵。除了上面介绍的这几种花卉外，短日照的花卉也比较适合，比如菊花就是典型的短日照花卉，它并不需要太多的阳光，却需要充足的营养。草木灰正好可以满足菊花的这个需求。那些在草木灰滋养下的菊花，不仅株形美观，而且开花繁多。每当秋天来临，看到那一片片盛开的菊花，就像是在欣赏一个色彩斑斓的画卷。
当然还有更多的花卉适合用草木灰来滋养，比如茉莉、杜鹃、山茶等等。这些花卉在草木灰的滋养下，不仅会生长得更加茂盛，开花也会更加美丽。这些花卉的美丽与草木灰的神奇效果，共同构建了一个丰富多彩的花园世界。以上就是草木灰的内容，如果你也有使用，也欢迎分享经验，一起交流。如果喜欢花花的内容，欢迎点赞、关注并多多转发。感谢粉丝的喜欢，天气越来越热，也希望粉丝多注意自己的身体。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